你有没有这种体验？越是对人真诚，有的时候反而遇人不淑，被人欺骗，甚至当软柿子捏。你可能不止一次的自我怀疑，说这个善良是不是一种缺点？你看这个世界啊，弱肉强食，崇尚狼性，善意似乎是会吃亏的。但如果我告诉你，有一场让全世界最顶尖的数学家、经济学家栽了跟头的计算机大赛，用几万行代码就证明了一个事情：善良不仅不是缺陷，而且是自然界经过几千万年筛选出来的最顶级的策略。你相信吗？那今天这期视频我们谈的不是玄学，而是去看看数学和进化生物学。那看完你会发现，你对人好不是你傻，是你早就领悟了博弈的真谛。故事回到1914年，在那年的圣诞节啊，欧洲西线的战壕当中发现了一件事情，让当时的高层指挥官头疼不已。这个事情就是两边不打了，上级没有要求停火，弹药也很充足，是前线的士兵自己决定不打了。这个英军的战壕和德军的战壕之间啊，隔着一片几百米宽的无人区。几个月以来呢，他们在这片区域当中互相射击。但是圣诞节前夜，德军那边先有了动静，说战壕当中呢亮起了蜡烛，有人开始唱圣诞歌，歌声呢就穿过战壕，飘到了英军的战壕中。英军这边一开始安静了一会儿，接着呢也开始唱，这两边呢就交替开始唱，唱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有一些士兵就大着胆子走出战壕，先是几个，后来是一大片，他们就在无人地带呢碰头握手，交换香烟、巧克力、纽扣当纪念品。有人呢就拿出足球，有人呢就拿出足球，两拨人还踢了一场球。你说这是不是好莱坞电影桥段呀？并非如此。包括像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国家地理杂志历史频道的这些档案当中，都能查到相关的这些士兵的家属记录，应该说是交叉验证的事实。但是这一期我们要说的不是这个圣诞停火，因为圣诞停火只是一天，真正让人深思的是在停火之后的事情。因为战事恢复之后啊，西线有很多地段的士兵呢，自己悄悄地形成了一套规矩。比方说呢，双方在固定的时间段内射击，而且不瞄准人啊，你对着树啊，对着空地，对着天上去射，打得热闹，但是不要伤人。双方呢心照不宣，到了吃饭时间呢，大家都休息，补给车来了呢，大家都停火。那1980年，英国历史学家托尼·阿什沃斯呢就出版了一本书，取名就叫做《1914到1918年战壕战：互不侵犯系统》。说的呢就是这个现象。那高层指挥官呢，很快就发现了这件事情，他们认为呢，这叫做战斗意志衰退啊，就开始积极采取措施，比方说频繁的轮换部队，派督战队监视，甚至威胁说我用军法审判，但没有用。这个新部队换上来没有多长时间啊，互侵犯这个现象又重新出现了，有时候呢只需要2-3周。这个战场上的敌对方呢，军令虽然如山，但是大家呢都持续合作，谁都管不住。为什么？这个问题呢就困扰了当时的管理者很长时间，直到1984年，密歇根大学的政治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呢，在他的书叫做《合作的进化》当中，专门用了一整章来分析这个案例。他用了一个数学框架来解释。你看啊，这些士兵每天面对同一批敌人，今天打了，明天还得打，下个月呢还在打，这种明天还要打交道的预期呢，就让双方有一个动力维持一个隐形的契约，就是你不要真的打我啊，我也不真的打你。一旦有人破坏了这个默契呢，对方呢会立刻报复，报复呢又会让双方呢回到互相伤害的状态，谁都不划算。换句话说，这些士兵凭本能就摸索出了一套规则：第一，我不主动升级冲突，你只要不打我，我也不动你；第二，如果你动了我，我一定还手；第三呢，你停，那我也停；第四呢，规则要简单，让对方一看就知道我到底想怎么办。那这个规则双方都遵守了，因为遵守它，活下来的概率就更大。那1979年，阿克塞尔罗德呢就做了一件奇思妙想的事情，他就想弄清楚，在这种长期重复互动的条约下，什么样的策略能够活得最好，活到最后。他办了一场比赛。为了弄清楚这场比赛，我们先要回到这个比赛的30年前。在1950年，美国兰德公司的2位科学家梅尼尔·弗勒德和梅尔文·德雷舍呢，就做了一个实验。
冷战时期啊，兰德公司是美国的战略智库，研究的问题呢，主要是如果核战争打起来，双方该怎么决策。他们就把两个人关在不同的房间当中，互不能沟通，每个人每轮呢有2个选择，你要么合作，要么背叛。收益规则呢也很简单，双方都合作各得3分，双方都背叛各得1分，一方合作一方背叛呢，背叛的得5分，合作的得0分。你看，如果只玩一轮呢，选择呢就非常简单，就是你背叛，因为你也不知道对方怎么选，背叛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弗洛德和德雷舍呢，让2个人玩了100轮。受试者是一位经济学家阿门阿尔奇安和另外一位数学家约翰威廉姆斯。100轮结束之后，结果让人意外。按理说呢，那2个人应该都选择背叛嘛，但实际上合作呢出现了60%的轮次，双方同时背叛呢只有14%。威廉姆斯的第1轮就选择合作，他自己在那个纸上记录啊，他说呢，我希望他够聪明。阿尔奇安呢选择背叛，他的备注就是他在干什么呢？接下来的100轮里面呢，威廉姆斯的策略呢几乎就是在演以牙还牙，就是你合作我合作，你背叛那我下一轮就背叛回去，你改回合作了那我也恢复合作。他在某一轮的备注当中就写他就说这有点像训练小孩上厕所，你得有耐心。阿尔奇安呢一开始不理解威廉姆斯，但是几十轮之后啊，他就开始明白了。他在备注当中有写，他是在向我传达信息吗？从那之后，阿尔奇安也开始大量选择合作。约翰纳什后来在被问到这个实验当中呢，他就说，重复博弈当中的理性策略是要比单次博弈复杂的多的。这个实验呢是囚徒困境第一次在真实的环境当中演习，它就显示出，当人们知道我明天还要和你打交道，行为模式会改变的。将近30年后，阿克塞尔罗德在当时密歇根大学教政治学，他就一直在想，在重复互动的这个条件下，什么样的策略呢我能活得最好？于是他就办了一场锦标赛。1979年，他向全世界发出邀请，对象呢是博弈论的专家、经济学家、计算机科学家，还有心理学家、数学家。那在策略这个事情上，这帮人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那么每个人就负责教一个程序，程序当中要写好一套规则，遇到不同的情况，这一轮我是该合作还是背叛？所有的程序呢都放到计算机当中呢，两两对弈，每对呢打200轮，收益矩阵呢就是用之前的那个数值啊，合作各得3分，背叛各得1分啊，一方背叛的拿5分，合作的拿0分。那么一个有用的参照线就是，如果2个人从头到尾都选择合作，那你就最高分就是600分；如果你都背叛的话，就是每人200分。那么第1轮比赛呢，有14个程序参加，提交者来自不同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每个程序那都是精心设计的，有的非常复杂，考虑了几十轮甚至上百轮的这个历史记录来做决策。赢家出来了，排名第1的程序只有2行逻辑：第一步合作，之后对方上一轮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没了。他的名字就是以牙还牙。这个提交者呢是一位叫做阿纳托尔·拉波波特的学者，当时在多伦多大学。拉波波特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他既是数学家，同时还是心理学家，还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他一辈子都在研究我怎么用数学公式来减少冲突。这个以牙还牙是14个参赛程序当中最简单的，有的程序写了这个上千行代码，他只写2行。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事情是呢，以牙还牙在任何一场单独的对弈当中从来没有赢过，他的得分呢永远和对手一样，因为他不会在你面前占便宜，也不会在你背后捅刀子嘛，但他总分第1。这个阿克塞尔罗德呢觉得这个结果是不是个偶然呀？他就办了第2轮，这次规模更大了，他公开了第1轮的所有数据和结果分析，让参赛者你们可以在第2轮来改进策略。第2轮呢一共有63个程序参赛，对于轮数也改了，不再是固定200轮，而是每次对弈之前随机决定你们要打多少轮。这样呢，你参赛者就不知道最后一轮什么时候来，避免最后关头来抢一把的策略。结果以牙还牙又赢了。你看，同一个程序，同一个策略，他打败了对方。阿克塞尔罗德事后呢就做了详细分析，他就发现一个规律：排名前8的程序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全部是善良的就是 nice。在博弈论的语境当中 ，nice 的意思是永远不率先背叛，
而排名垫底的程序无一例外，第一步就选择了背叛。他进一步总结了排名靠前的策略共享的4条特征是什么？第一，善良，我不首先背叛，开头就选择合作，给你一个信号。第二，可激怒，就你背叛我，我立刻报复。注意，不是拖延，不拖延，不隐忍，不让对方觉得背叛呢是没有代价的。第三，宽容，你改回合作了，我不翻旧账，立刻恢复合作，不记仇，不纠缠。第四，清晰，就是我的行为模式简单，对方一看就知道你在干什么，就不用搞这些复杂的套路，对方不需要来猜你的想法。那么善良能让你和大多数人建立合作关系，可激怒让你不会被利用，宽容让你不会陷入无休止的报复循环，而清晰是降低沟通成本，4条缺一不可。阿克塞尔罗德后来又做了一件事情，他把所有参赛程序放到一个叫生态模拟的当中，每一轮结束呢，得分高的程序可以复制更多的后代，得分低的呢就逐渐淘汰，就模拟一代一代的运行下去。那么结果，这些不善良的策略，就是第一步就背叛的程序在最初的几代当中可能可以占到便宜，但随着代际更替，全部灭绝。那么以牙还牙和其他善良策略的比率呢会越来越大，最终主导了整个族群。善良策略赢了，不是因为他在某一场对弈当中是厉害的，而是他们能和各种各样的策略来建立合作，长期积累下来的总收益是最高的。你回头再看一看一战战壕当中那些士兵，他们摸索出来的方式就是我不主动升级，被打了就还手，你停我就停，规则非常简单明了，4条特征1条不少。你会发现这些士兵没有学过博弈论，但是他在实战当中凭本能就找到了最优解。人类的本能比我们的理性有时候更聪明。以牙还牙是赢了，但这个策略呢有一个很容易被误解的地方，因为很多人一听到善良这个词脑子当中想的就是那我对谁都好，那别人欺负我我也要忍着。以牙还牙不是这样的，它是有底线的，就是我虽然跟你合作，但不容忍你利用我，这就是刚才说的可激怒。2000多年前有人问过孔子差不多的问题。论语宪问当中有一段对话，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何如？就别人对你不好，你反而对他好，怎么样呢？孔子没有直接说，他反问了一句，何以报德？你用恩德回报怨恨，那你用什么回报恩德呢？然后孔子就说出了自己的答案，以智报怨，以德报德，用公正来回应伤害，用恩德来回报恩德。注意，孔子说的不是以怨报怨，他说的是以直报怨，就是你不欠我的我不多给，你欠我的我也不装作没事，该怎样就怎样，公事公办。你看这个逻辑和以牙还牙的结构是高度吻合的，但是呢，这个以牙还牙还有个问题，就是在真实的计算机模拟当中，如果你引入一个噪音，就是如果信号偶尔失真，比方说本该合作的时候系统误判为背叛，以牙还牙呢就会陷入一种死循环，因为你误背叛了一次之后，我报复回去，你以为这又是一次背叛，又报复我，于是就继续报复所以本来这2个程序呢想合作，但是有一次信号失误，就会困在报复当中走不出来。后来科学家又提出了一个修正方案，叫慷慨以牙还牙，这个规则就稍微调整，如果对方背叛了，我有大部分概率报复回去，但保留一小部分概率选择原谅，那么这一小步的宽容就能打破报复的链条，回到合作轨道。但这还不是故事最精彩的地方。2012年，普林斯顿大学的科学家发现了一类全新的策略，叫做零决定策略。其中有一种非常霸道的打法，被称为叫做敲诈策略，就不管你怎么选，他都能保证自己永远比对方多得1分。那按照直觉，这种策略应该是无敌的。他就像现实生活当中的这种 PUA 大师，你跟他打交道，你永远占不到他的便宜，他永远在剥削你。那么2013年，科学家就把这个敲诈策略放到了进化模拟当中。短期来看，敲诈策略确实呢像病毒一样快速增长，迅速占据了种群当中的大量位置。但长期来看，最终它被另外一种策略取代，就是慷慨策略。它允许对手获得比自己更多的收益，就是每一对博弈当中，慷慨策略我未必会赢，但是我能和任何策略来形成合作，
而你这个敲诈策略只能和同样的策略来对抗。如果你把周围所有的老实的策略都剥削完之后，你们就形成一个封闭、互相伤害的小圈子，无法向外扩张，就大家不跟你玩了。而我慷慨策略的合作网会越来越大，最终把你挤出中去。也就是说，把时间拉得足够长，慷慨赢了。这是因为他能够编织更大的合作网络，让更多的人愿意和他一起玩。从1950年的兰德公司第一次实验到2013年的零决定策略，这60年间，数学一次又一次地指向同一个结论：在重复互动的世界当中，善良、可激怒、宽容、清晰这4样东西组合在一起，就是最强的策略，却一样都不行。这不是道德判断，而是数学的理性光辉。但是数学没有办法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人类的身体天然就倾向于合作吗？还是说合作只是文化教化出来的？如果它是后天学习的，那你数学上的最优解对人类来说就没有意义，因为我们不是按最优解活的。但如果合作是我们与生俱来的，那性质又变了。那我们就来看看身体怎么说。1984年，加拉德、威尔金森发表了一篇论文，后来成为了行为生态学的经典。他花了好几年时间在哥斯达黎加野外追踪这种普通的吸血蝠。吸血蝠呢，每天需要吸血来维持生命，但是呢，大概每3天就会有一只蝙蝠呢捕猎失败，就连续2天晚上吃不到东西，面临死亡风险。那威尔金森就观察到另外一种行为，就是成功的蝙蝠会反刍血液喂给没吃饱的同伴。你要是拿着那个社会达尔文这套去理解的话，你根本说不通。我把自己好不容易吃到的食物分给你啊，这不是傻子吗？这自然不就应该淘汰了吗？但数据显示，蝙蝠可不是随机分享的，它是优先反哺给那些之前反哺给我的个体的，就是哪怕没有血缘关系，也会通过这种互相理毛来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先试探性的，我帮你理饭嘛，看你愿不愿意回报。等对方回馈了，那么分享血液的关系就建立了。你饿了我就喂你，那下一次我要饿的话你也喂我。你看，在一种被认为是冷血低等的动物身上，这种非亲缘个体之间的互惠合作都可以发生，而且它运作的方式跟博弈论研究的结果是一样的。那如果吸血蝠都会，那更聪明的动物呢？2003年，灵长类学家弗朗斯·德瓦尔和莎拉·布罗斯南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研究。他们让2只棕色卷尾猴完成同样的任务，就是递给实验室一个小 token 换食物，但奖励不一样一个得到葡萄，就是猴子更喜欢吃的，另外一个呢得到黄瓜片。结果呢，拿到黄瓜的猴子看到你拿了葡萄，我最终就拒绝跟你参加实验了，甚至就把黄瓜直接扔出去。那么卷尾猴呢，它会有一个本能，同样的付出，如果得到更少的回报，这不公平。猴子们因为不公平分配而暴怒的这种反应，和人类在类似情况下的反应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公平感的进化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灵长类祖先，距今呢数千万年了。那再往下走一层，在1990年代初呢，意大利神经学家贾科莫·尼佐拉蒂的团队在猕猴大脑当中发现了镜像神经元，就是猕猴伸手拿花生，那么某一些神经元会激活，当它只是看着别的猴子呢伸手拿花生的话，同一批神经元也会激活。也就是说，大脑呢会模拟做另外一个动作，这就意味着看到别人做某个动作，你的大脑呢也会模拟做同一个动作的状态。你看到别人痛苦，你大脑当中感受痛苦的区域呢也会被激活。也就是说，共情它不是一个高级的认知过程，它是一个自动化的在身体本能层面的反应，你的身体是在替你去感受别人的感受。然后呢，是更直接的证据，在2002年，苏黎世大学的恩斯特·费尔他设计了一个叫公共品博弈，就是让每个人往公共的池子当中投钱，你投入的钱呢，最后被放大之后平分。理性选择应该是1分不投，然后去白嫖别人拿的钱。但是费尔呢加入了惩罚机制，你可以花自己的钱来惩罚不投钱的这些白蹭的这些人。按理性逻辑你惩罚别人你要花钱对吧？你没有回报，你还反受损你说大家就不应该这样选。但实际结果是大量受试者选择我花钱去惩罚别人。
2004年，另外一个团队呢用了 fMRI 这种脑扫描仪做了进一步研究，就发现当受试者去选择惩罚背叛者的时候，他大脑的这种副隔核和背侧纹状体呢被显著激活。这两个区域是大脑奖赏回路的核心部分，就是我们吃到好吃的或者赚到很多钱的时候，它就会被点亮。也就是说，人类惩罚不合作者的时候，大脑给出的信号是满足，就是你的大脑被设计成了看到有人破坏了合作规则，你会觉得不舒服；如果你能惩罚他，你会觉得快感。再来看一个实验，1982年提出了一个游戏，叫做最后通牒游戏。这个游戏呢是说 A 拿到100块，那么提出分给 B 多少， B 呢可以接受或者拒绝，如果拒绝的话，两个人1分都拿不到。那么按照逻辑呢， A 呢应该是给1块钱给 B， 那 B 也应该接受啊，因为你至少还能得到1块钱，总比都没有的好。但是在全球几十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几千次实验当中，实际的平均出价呢 A 呢在40%到50%，如果 A 出价低于20%， B 有一半的概率直接拒绝，宁可什么都不要，我也要惩罚你，不公平。公平感并不是特定区域的文化特产，它是人类这个物种的本能。2010年，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奇斯呢追踪了2000人的社会网络，发现一个人的合作选择会像水波一样，一直传递到3度分离，就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合作呢是会传染的。你看，数学说合作是最优解，而你的身体本来就是按照这个策略来设计的。说到这里啊，博弈论是1944年才正式成为一门学科的，但是合作是最优策略这个结论不是数学家最早发现的。在2000多年前，有人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就说过。在《论语雍也》当中有一段话，子贡问孔子，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怎么样，能算是人吗？孔子就回答说，何事于人，必也圣乎？哪里是人，这已经是圣人了。最后他用了一句被反复引用了2000年的话，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进取辟，可谓仁之方也已。仁者自己想要站得住，也帮助别人站得住，想要自己通达，也帮助别人通达。你品一品这句话，就是己所欲而立人，就是你的目标是帮助别人来实现的，那么你自己的成就就嵌在别人的成就当中，你的利益和别人的利益是互嵌的。这个和博弈论当中的合作触发合作的逻辑呢是完全一致的。在《论语卫灵公》当中还有一段，子贡就问孔子，有没有一个字是可以终身奉行的？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曾参后来总结过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说了一句话，叫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你看，忠是往前推，己欲立而立人，就是我主动做；恕呢是往回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不做。那么方向不同，但是它底层是一致的，就是把我的感受和你的感受放在同一个维度上。你回头看看以牙还牙的4条特征，善良、可记录、宽容、清晰。孔子没有用数学公式，他用的都是日常生活，但是这些行为模式和数学推导出来的最优策略在结构上是一样的。孔子之后100多年呀，孟子把这个方向推得更远了，他提出了叫性善论，就是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在孟子公孙丑上当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证，孟子就说既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就有竖替恻隐之心。就是你忽然看到一个小孩快掉到井里面了，你心里面会猛地一揪吧，你惊恐、同情、担心，这是一种不假思索的反应。孟子就说呢，人天生就有这种反应，他把这种天生的善意叫做不忍人之心。前面说的镜像神经元解释的就是这个，就是孟子在2000多年前就描述了一个神经科学在20世纪才发现的机制。又过了1000多年，到了明代，王阳明。阳明心学当中有一个核心命题叫做致良知，他在《传习录》当中说夫良知者，即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者也。这良知也就是对是非对错的一种本能判断，每个人都有的，它不是学来的不是你想了半天才有的，它本来就在你的心里面。而致良知的致呢，不是说获得，而是说你本来就有，只是
这个字的意思是推至，把你心当中本来就有的良知推到你的行为当中去。王阳明呢就打过一个比方，说良知呢就像一面镜子，本来呢是亮的，像日常生活当中的私欲、偏见，像灰尘一样蒙在镜子上面，让它变暗了。你根本就不需要去找一个新的镜子，你只需要把灰尘给擦掉。治良知就是擦灰尘，就你不需要学会善良，你只需要想起善良。1871年，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当中写任何具有明显社会本能的动物，只要智力发展到人类水平，就不可避免的会获得道德感。在达尔文之后，1902年，德国的彼得克鲁泡特金亲王出版了一本书，叫《互助论：进化的一个要素》。那基于大量自然考察呢，他就提出，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当中，互助的群体比各自为战的个体更有生存优势，就是互助和竞争同样重要。人类有能力合作，这种能力是刻在神经回路里，沉淀在我们文明的文化基因当中的。问题从来就不是人类能不能合作，而是为什么在那么多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合作。这个问题我想你一定有发言权。你从小到大一定经历过一些事情，你对别人好，别人利用了你的好，你信任一个人，那个人背叛了你的信任，你付出真心，得到的是冷嘲热讽。这些经历在你的认知当中就留下一些痕迹，积累的多了就形成一种信念：善良等于吃亏，对人好等于暴露我的弱点。这个世界是零和博弈的，你多得了我就少得了。那这个信念是来自于你的真实的体验，我没有任何资格说它不对。但我想请你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你形成这个信念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以牙还牙，在生活当中的一个验证，就是你先伸出了手，这是你出场自带的一种善良在起作用。第二步，你是被背叛了，因为对方的策略出问题了，于是你开始收缩防御，不再轻易信任，这是你的可激怒的机制。但问题是，很多人在这一步就停下来了。可激怒之后没有宽容跟上，就一次受伤就永久关机，对所有的新关系都带着旧伤备，都带着旧防备。这当然不是你的错，因为关掉它在短期内是一种自我保护。因为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不友好的环境当中，关掉善良系统确实是可以保护你的。但如果你现在的生活环境是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中，你有选择权，你可以自己选择跟谁打交道，你也可以去利用那些反复利用你的人，那么这个系统就值得重新打开。就不是学会善良，是你本来就会，是想起来你本来就会。你可能会问，那具体怎么做呢？很简单，下一次如果你遇到一个新的人，一个新的场景，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不要掏心掏肺，这很正常。但在那个反应之后，你试着加一个微小的动作，先假设你是善意的，先伸出手给一个合作的信号。如果对方回报了我的合作，我们就继续；如果你背叛了，我就收回。这就是以牙还牙，善良、可激活、宽容、清晰。不过我在这里想补充一点对可激怒的界定，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可激怒不是说让我们去跟别人去互撕，陷入这种情绪内耗，它的本质是设定边界，就是你不合作，我就停止对你的付出，仅此而已。我也不纠缠，不记仇，但我绝不廉价的去提供我的真心。这是一个经过数学验证、经过生物学验证、经过2000年文明经验确认的顶级策略。下次再有人说你太好说话、太善良，应该狠一点的时候，你至少可以知道一件事情：数学是不这么认为的，你的身体也不这么认为的。这个时代太嘈杂，每天都有很多的声音来教我们怎么去防备，怎么去算计。但如果你在停留的这段时间当中，感受到了一点内心的宁静，或者让你确认了你自己一直以来的厚道，没有错，你可以在评论区留一个记录。如果你身边有朋友正因为善良而陷入自我怀疑，觉得处处碰壁、遇人不淑，那你顺手可以把这段视频分享给他，让客观的规律和历史告诉他真相。也欢迎你的订阅，让我们在喧嚣的算法当中，隔一段时间可以一起坐下来，擦一擦心里的灰尘。我是牧羊，用理性破译命运，用灵性抵达自在。我们下期再见。